他对着电视里的总统发言人愤怒地做了一个韩国常见的手势。隔天，他俩却变成了形式上的夫妻。女主角叫希珠，是个做手语翻译的电视主播。因为信号延迟，她的手势画面突然卡住。电视台领导一看，急忙让有力换播其他新闻。这时候，电视台突然得知，5分钟后总统发言人白思燕会上线，对于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事件做出了回应，因此决定播出这条新闻，同时安慰希珠别放在心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手势代表山，那些大声嚷嚷的人真是最烦人的。这时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希珠的工作已经做完，可以离开录影棚了。正当他准备走出门的时刻，新闻发布会恰好开始。白思燕代表南朝鲜正式声明，对恐怖分子的巨额赎金和撤军要求，如果不照做就杀害人质。希珠本来想走，但最后忍不住回头做了个高山手势。其实白思燕讲完话就立刻关闭了麦克风，并对媒体采取了临时控制措施。刚才那番话是对外说的，其实是怕他们搞乱局面，让公众信心动摇。外交部其实已经有救援计划。同一天下午，未来的婆婆要求希珠辞职，因为1个月后就是大选了，该学做好贤内助的时候了。旁边的希珠妈马上表示同意，但对方却不待见。未来婆婆总是劳神，觉得未来儿媳的名字很不上进。晚上，希珠没地方去，就开车在街上随便逛逛。突然，播音机里开始嘈杂不停，紧跟着，导航也丢失了信号。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汽车却突然加速起来。此时，希珠想要刹车，已经晚了。一边有个神秘的人盯着她，与此同时，车子越开越快，希珠彻底失去了控制，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车，她赶紧往左猛打方向盘，最后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。但希珠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她发现车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同时，收音机里不断重播早晨的新闻，这让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以前的新闻报道：自动车窗忽然下滑，门把手随即自动解锁，多半是黑客用恶意软件操控的。这时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附近，慢慢向车靠近，紧接着车门猛地弹开。不久后，白思燕接到一个匿名来电：我要杀掉你的妻子。正好这时手机没电了，白思燕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同事追踪劫匪的电话。手机一开机，威胁电话又来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白思燕竟然问劫匪是否杀了人，还说今天太忙没空开玩笑。正打算挂电话时，劫匪称刀已经架在他妻子脖子上，若再挂电话立刻会动手，别只说不做，快点行动。还没提赎金呢，白思燕已接过无数这样的电话，因此坚决不付任何赎金。不料劫匪让2人通话被外放，随后又挂断了电话。劫匪越想越生气，情绪也愈发激动。劫匪最爱看别人临死前的痛苦表情，但赎金还没到手，他不打算先杀希珠。他还多次强调这不是在开玩笑，可白思燕觉得这只是恶作剧，甚至催他快点行动。难道这家伙还有其他妻子？可说话的人无意，听的人却动了心思。白思燕这态度让希珠开始怀疑了，具体原因我们稍后再说。时间飞快流逝，劫匪拨打的电话始终无人应答，这激怒了他，一怒之下用匕首猛刺驾驶座的靠背。不料手一滑，匕首割伤了希珠的脖子。在持续的威胁和伤害下，希珠的恐惧感达到了极点。此时，劫匪开始炫耀他的手机，声称只需拨通白思燕就能启动变声器功能，而且只在10分钟之内有效。难以追踪的信号，电话突然被接起，原来是误触的同事。随后，白思燕告诉劫匪别再打来，如果要害他妻子就快点。接着说尸体凉了再联系，然后又挂了电话。劫匪一听气得摔车，而希珠却异常冷静，丈夫的话在她耳边反复回响，她陷入深深的绝望，于是猛踩油门。同时，救援人质的任务落到了白思燕身上，她把手机留在办公室里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夜晚，白思燕回家，见到希珠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，她更确认这又是一场恶作剧，随口说了句：你还活着呀？这让一直觉得被忽视的希珠彻底死了心。原来在3年前，他们结婚那天，白思燕就明确表示希珠只是替嫁，因此婚礼秘密进行，未来无需在公众面前扮演妻子。另外，白思燕要希珠签署一份合同，首先新娘不可主动要求离婚，其次在选举期间不可以离婚，第三也最关键的是，作为白思燕的妻，禁止透露自己的名字和面貌，如若违反需赔偿20亿韩元。希珠内心虽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签了协议。事成之后，白思燕单膝为妻子戴上婚戒，诚实说希珠颇感动，但这家伙
一句话就毁了气氛。别忘了你是送过来的人质。因此这3年来白思燕的妻子身份始终未公开。同时西珠也一直不太快乐。次日，英国大使举行了一个宴会，由于其夫人有听力问题，所以白思燕首次带上。西珠当手语翻译出席了，但这小伙子看不懂手语，完全不知道他妻子和那位女士说了啥，这让英国大使很是惊讶。毕竟他们刚才还亲密的像一对夫妻，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他们是真的夫妻。白思燕解释说，他是总统的替身，常常受到攻击，而他的妻子是他的软肋，因此他不愿让家人处于那种境地。显而易见，西珠对这解释不甚满意，于是趁休息喝多了几杯，酒后跟老公说出了心里话。他虽然说不了话，但听得一清二楚。别拿保护当借口来隐瞒事情，他现在伤痕累累。可白思燕根本无法理解，只是觉得自己像被责备了。西珠没兴趣跟这种人争执，转身就走。但想到这里又觉得气愤，觉得那劫匪或许有他的道理，他妻子可能真的有外遇，于是离开了聚会。不久后，白思燕收到了绑匪的电话，对方明白他正在出席英国大使的宴会，清楚记得他今晚啥也没吃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混在人群里。白思燕立刻觉得情况不对，突然看到2楼有人打电话，身影一晃，于是赶紧上楼追去，转了几个弯，最后在卫生间拦下了那神秘人。亲爱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对不起。显然此人不是绑匪。白思燕试着激怒对方，想拖延时间，但对面却爆料重磅消息。原来白思燕原本要娶的并非西珠，而是青云日报家的大女儿英娥。英娥在结婚前1天逃走了，再加上白家和洪家必须联姻，所以白思燕只能娶小姨子，也就是西珠。这些听完后，白思燕的语气顿时变软。她询问对方想得到什么，但没想到劫匪竟然要她跟西珠离婚。原来打电话的正是西珠。在白思燕第2次挂断电话后，西珠终于爆发了。她无法相信丈夫竟然这么对她，于是她让绑匪再打电话，她要亲自问清楚。但白思燕没接电话，电话一直无人应答，这让西珠彻底绝望。于是她踩下油门，决心与绑匪一起了断。结果西珠虽然绑了安全带，只是皮肉有伤，而劫匪却因为撞击昏迷不醒。就这样，他顺手拿走了那个特制的手机。此时距离被定位只差2分半。西珠急忙要求白思燕交20亿韩元赎金，期限是明天之前。没想到白思燕听后竟然笑了。她已经遇到过无数索要赎金的绑匪，这却是第一个让她感到紧张的。仅仅是恐吓就想让丈夫抛弃妻子，还拉着无关的西珠一起。因此白思燕立誓，劫匪休想安然落网，她定会亲手逮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西珠冒充绑匪，威胁老公和她离婚，结果却激发了白思燕的好奇心。挂电话后，2人意外在卫生间碰面。白思燕于是带西珠到无人房间，询问她是否昨天出了车祸。对方久不回答，她便开始主动检查。西珠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衣服已经被解开。虽然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不过还是有点羞涩。就在这时，白思燕注意到妻子颈上有明显伤痕，说明昨晚确实遭遇了绑架。她生气地大声质问西珠为什么没告诉她，紧接着问她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面貌。西珠说绑匪戴了口罩，她看不清楚。绑匪用刀威胁你了吗？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白思燕一冲出去，向同事确认是否追踪到绑匪。由于通话未满10分钟，所以没办法定位，她便让下属查一下今天派对的宾客和所有工作人员名单，很快会把录音发给你，催他们赶紧分析一下。西珠听着录音里白思燕紧张的声音，笑得很开心，想着能气气那个骄傲的家伙也挺高兴的，但同时也有点担心。已经拿到劫匪电话2天了，坏人肯定疯了似的在找。就在这时，白思燕突然闯入卧室，向西珠要车钥匙。西珠不明白白思燕要钥匙做什么，突然她明白了对方的意图，赶忙冲下楼去。原来昨晚电话第2次被挂断时，绝望之下西珠高声喊了出来。这一幕很可能被行车记录仪录下来了。她刚跑到地下停车场，白思燕已经检查完毕，看起来非常生气，不知道这车怎么撞成这样还能开回来。西珠心有余悸地叫来了拖车。突然白思燕话题一转，提起了行车记录仪，因为事发时的视频全消失了。西珠终于松了口气，结果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第2天，白思燕邀母亲吃饭，询问西珠替嫁的事有谁知道。白妈表示除了双方父母和当事人外，洪英娥逃跑了，这意味着是熟人所为。同时为保护西珠安全，白思燕安排了私人保镖。她工作的地方出现冲突，保镖被叫去支援。她刚离开，就有人影出现在厕所门口。
西珠刚好出来，卫生间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他一警觉，看见个怪异的身影，他立刻想到了那晚的神秘人。等保镖处理完纠纷回来，却发现西珠不见了。难道西珠又被绑架？其实西珠没失踪，他只是偶然遇见了失联3年的大学前辈。当保镖们把两人的谈天表情发给白思燕时，这家伙看见妻子和别人笑得很开心，就有点嫉妒。再听下属说前辈又帅又壮，白思燕气得不行，让人提不起工作的兴趣。西珠互换联系方式后，匆忙赶回家里。他刚踏进家门，妈妈紧随其后，拿着2大盒东西进来，不太高兴的让他把里面的东西换上。西珠好奇的打开一看，居然是超性感的内衣。你真的是我妈妈？不是劳保吗？妈妈警告西珠不能忘，只有把爸爸送养老院，条件是和家里的联姻维系好，成为白思燕好妻子才行。如果做的不如妈妈意，随时可能让那个老头子露宿街头。西珠的软肋是得了老年痴呆的爸爸，心里再怎么不情愿，也只能听从妈妈的安排，留意他腿上那块红胎记。其实西珠正密谋逃离的计划，于是他用了那部无法定位的手机，准时给白思燕打了电话。实际上白思燕之前已向他心理学家的妈妈求助，通常在谈判中强硬的一方更易胜出，另外还得建立信任，要不然什么希望都没有。所以当西珠打电话过来时，白思燕没马上接，而是稍等了一会。西珠用绑匪的语气问他决定了没，是支付20亿韩元赎金，还是让妻子死。但白思燕故意转移了话题，说有件事情一直搞不清楚。从外面的消息来看，洪英娥应该是他的妻子。绑匪竟然知道只有家人才知的事。帅哥，你还没明白现状吗？突然变的语气让白思燕一愣，但很快又冷静下来。他警告那个撞了西珠车并伤了他妻子的家伙，绝不会对这种人让步。西珠早就猜到丈夫会这样，于是就发了一张照片过去，有他妻子的最新照片，不知这样他会不会屈服。然后提醒别忘记自己妻子身上的标记。知道西珠腿上那个独特的胎记吗？照片里清楚可见大腿的胎记。没料到白思燕看后竟笑了，试着询问绑匪是否已婚。西珠本能回答已婚，但马上改口说单身，这让对方立刻找到了抓手。白思燕判断这人绝对是变态，竟用网上的照片来欺骗他，明显就是个老油条。看来抓到后得多加一条猥亵罪。白思燕对绑匪说，没人比他更懂西珠，想勒索也应该先调查清楚。西珠说话总是很爽快，但说完常常后悔，怎么能冲动到让对方验证呢？但是一想到就觉得不甘。那张照片明明是他的，辛苦找的角度拍的照片，怎能说是网上的图？还自诩懂妻子胜过所有人，心想这臭男人真懂个寂寞。很快到了夜深，西珠稍平静后又开始紧张，听到老公回来，急忙用被子遮头，害怕他真来查个究竟。脚步声渐近，他的心都快跳到喉咙了。白思燕第一次未能掀开被子，便又使劲拖拉一次，恰巧西珠紧紧抓住被角，用力一掀，不小心把西珠也带起来。因为事出突然，双方都措手不及，他害羞地扭过头去，慢慢地站起来，宣布西珠明天去总统室是手语翻译。说完他就离开了房间。其实结婚3年，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但西珠被刚才的情景感动得睡不着，心里还砰砰直跳。白思燕和同事们仔细地分析绑匪的所有录音，却一无所获。就在此时，下属点出一个疑点，监控录像显示，绑匪很轻松地进入了西珠的车，并未遇到任何阻碍。白思燕就照片和上车一事向朋友求助，结果那朋友完全是个纸上谈兵。他说这是显而易见，肯定是妻子搞外遇了。那天晚上10点，西珠再次打来恐吓电话，这次白思燕还是等了一会再接。他不懂绑匪为何这么急，故意惩罚，5分钟后再打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西珠这种急脾气肯定不会听话，立刻又打了过来，但白思燕就是不接。他一连打了几10个电话都一样。忽然附近响起一声巨响，西珠稍微回过神，再拨白思燕的电话却显示关机，马上回家找她，但整屋到处找也找不到丈夫，只好蜷在沙发上等到天亮。这时新闻在播放，昨晚10点07分，总统发言人办公室遭恐袭，6名受伤者都是办公室员工，同时还曝光了恐怖分子的威胁录音。这段录音其实是西珠给白思燕的勒索电话，她突然变成了恐怖分子。就在那时，白思燕回家了，一下子把西珠抱到餐桌上，说关键证据就在她身上，要解谜得有她的帮助。接下来会有什么新故事呢？番外篇，洪英娥威胁白思燕要她取消明日的婚礼，否则就要揭露他们家的秘密。但白思燕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，洪家似乎打算把西珠嫁给一个富二代混账。待确认后，他主动提出要把明天的新娘换成西珠，这意味着他可能对女主有意思。他刚经历了爆炸袭击，却匆忙赶回家，将妻子甩在卧室床上，
追问他是否认识之前的绑架者，以及是否有任何嫌疑对象。得到否定回答后，白思燕愤怒达到极点。既然妻子对绑匪毫不了解，那为什么那人如此熟悉他呢？甚至连私密照片都被发来了。其实白思燕在担心妻子腿上是否真有胎记，西珠也担心事情搞复杂了，到头来脱身都难。所以她反问丈夫正在做什么，那人真的了解她吗？自己被莫名其妙绑架，她的丈夫却受伤了，白思燕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恰巧这时手下打来了电话，西珠暂时蒙混过关。下属发现近半年内多次接到纵火报案，白思燕听后断定绑匪或是有预谋，用纵火掩盖罪行，或者是巧合，但有一点肯定，爆炸时他正和绑匪通话，所以怀疑有共犯。总之他们怎么可能掌握那么多内幕，肯定是我们人里面的。至于那个恐吓录音，就跟警察说是剪辑的就行，刚好他们两个的对话全被门外的西珠偷听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白思燕从书房出来，说要查一下妻子手机是否被黑了。西珠心里觉得情况不太对劲，虽然按他说的去做了，谁知道白思燕外硬内软，一边清理着地上的碎玻璃，一边抱怨妻子缺乏职业操守，明明靠双手谋生，却如此不小心。接着抢过西珠的手机，说换好衣服就得赶紧走，这让西珠感到格外无奈。同时绑匪接到一个短信，代号老师的人警告他不要擅作主张。在另一边，白思燕查看妻子手机时发现空无一物，只留有一个聊天 app， 心中突然想起西珠曾提到他与一个前辈很熟悉，极度兴起打开了他们的聊天记录，认真的阅读每条信息。突然他发现那个前辈曾在一个孤儿院做志愿教学，此外他还约了自己妻子今天晚上一起吃饭。白思燕显然有点担心，迅速拿起手机给朋友打电话。很快时间到了下午，前辈香柚和西珠刚坐下，他们的共同朋友柚莉走了进来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柚莉叫香柚老师。三个人简单寒暄后，柚莉害羞地说也约了人在这里吃饭。他走了好远，突然想起还有事，于是回头嘱咐俩朋友，待会他邀约的人一到，千万别盯着人家看，不然人家会不舒服。香柚和西珠马上答应了。但就在这时，白思燕走进来了。西珠一看到白思燕，差点叫出声，急忙别过脸，祈祷别被他认出来。原来听说妻子约香柚吃饭后，故意联系了有利，特意安排偶遇西珠，于是约会就变成了4人晚餐。席上香柚戏，新弟给西珠切鱼排，还亲手递给他。看到妻子笑得那么开心，白思燕简直忍不住吃醋。旁边的有利察觉两人气氛有些尴尬，正想岔开话题，白思燕就随口问西珠喜不喜欢吃鱼，但香柚却接着说确实很爱吃。顿时气氛更紧张了。白思燕宛如总统发言人，又不能在妻子和朋友面前无礼，于是主动向香柚道了歉。不过香柚很机智，借机感谢西珠，才得以与发言人共餐。说完便给白思燕斟酒，没想到白思燕突然耍小孩脾气，把酒杯倒扣在桌子上，表示自己坚决不喝酒。看到丈夫冒犯了前辈，西珠担心前辈尴尬，于是主动请香柚给她倒酒。白思燕虽表面上压制住对方，其实已经输得很惨了。香柚借此机会通过手语和西珠聊天，虽然她曾说过她其实根本不懂手语的含义，于是就像查户口似的盘问起来。你是做手语翻译的吗？不是。那你做什么工作呢？真是个好家伙，问的香柚都没心情吃饭了。可问题还没结束，白思燕接着问他结没结婚。香柚也不是吃素的，怀疑这人对自己有意思。西珠看不下去了，故意打翻杯子制止了二人的幼稚举动。接着他用手语说想上个洗手间，然后悄悄来到前辈身后，用力的示意丈夫过来。但白思燕明明看到这时下属恰巧来了个电话，白思燕赶紧找个无人处接电话去了。她刚挂电话，就见妻子站在后面。西珠一把抢过手机，质问丈夫怎知道约会的事？难道是借查手机之机监控了吗？或者怀疑他跟前辈有一腿？白思燕气冲冲地抢回手机，真的搞清楚妻子对香柚了解多少吗？他对他们俩什么关系不在乎，不过是西珠身边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小混混罢了。话说回来，作为他的妻子，他真的够了解他吗？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差不多快20年了，被这样一问，西珠确实有点懵，搞不清楚丈夫想说什么。我本以为自己非常懂你，但我所知的你可能并不是真正完整的你。聚会最后以这种方式不欢而散了。白思燕一回办公室，就让手下去查香柚，没料到手下不只认识这人，还是他的忠实粉丝。原来香柚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挺火，粉丝多达20万，尤其受女生欢迎。白思燕听后直接气绿了脸，手下却误会她想深入了解，就赶紧展示了一段健身视频，毫不吝啬的夸赞偶像的身材就像艺术品，特别是那3角肌。白思燕狠狠地瞪了手下一眼，显然她有些心眼。夜里西珠正打算给白思燕发恐吓短信，结果她提前回到家，于是她借口要去买点东西。白思燕问了要买啥，便自告奋勇去了。西珠趁机赶紧给老公打电话，白思燕则故意绕到拐角处，只在家里没人的角落接电话。她真的搞不懂绑匪为什么总逼她离婚，难道这样他们有利可图？西珠快急疯了，为何总纠缠不休的要跟不爱的人在一起？但愈是如此，白思燕愈觉得有猫腻。
他向绑匪严正声明，绝不会随他们的愿望行事，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因为西珠让买的东西还没弄呢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很快就把东西买好了。白思燕边脱外套边坚称绝对不跟老婆离婚。接着他又说，这么坦白是怕误解，毕竟白家的名声和地位不能被别人玷污。西珠听了真是哭笑不得，只因为这个他们没离婚，做事总是匆忙糊涂的。西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白思燕就已经闯入他房间了，追进去一看，他已经躺在床上，还命令老婆也过来躺。西珠当然不愿意，谁料白思燕突然把灯关了。难道你怕误会我有所行动？是的，十分可能。这招激将法真的有效。西珠气冲冲地抢过枕头，然后躺到了白思燕身边，但这家伙竟然没生气。其实他这么做是因为怕绑匪对妻子不利，既然能查到办公室就能查到家，所以他宁愿躺在西珠旁边，让妻子能安心地睡个好觉。另外，白思燕希望西珠能忘记被绑架的那一天发生的事，还有后来打电话时说的话。就这样，西珠逐渐入睡了。白思燕悄悄离开了房间。原来西珠小时候因一次不幸，她弟弟去世了，她却幸存。为了保住第3任丈夫的资助，她妈妈让小女儿装哑巴一辈子，直到化作泡沫，像人鱼公主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通过视频电话联系，但西珠一接通，发现对方是绑匪。原来绑匪不只知道西珠拿了那部特别的手机，还不断对白思燕发恐吓电话。对此，他感到非常满意，至少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因此，绑匪想继续进行，但若途中赶逃，他会毫不留情。西珠注视着绑匪手里的，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，然后急忙跑向养老院。好在爸爸没事，那几颗牙也不是老人的。因为报了警，他得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西珠跟警员一起向警局赶去时，车里的广播突然响起嘈杂声，这让他不由得回想起被绑架的那一幕，和之前误以为父亲出事的场面，紧张的快要呕吐。警察只能把车停靠路边。西珠一边吐一边竟笑了起来，他叹息人生何其悲哀，童年时被母亲逼迫，长大后频繁受辱，现在依旧战战兢兢。难道一路上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支持自己吗？正当这时候，3辆警车开到，白思燕霸气地停在了旁边，然后快步走到西珠面前，表示要亲自把这个人送到警局。这个人是他的妻子。在2位警员面前，白思燕承认自己与西珠是夫妇，但因身份敏感，希望保密。作为感谢，他承诺稍后会亲访警局表示感谢。白思燕气冲冲地钻进车里，万没料到绑匪胆大包天，竟敢动手动脚老丈人。这时，西珠崩溃大哭。白思燕既惊又喜，一边细心递手帕给妻子，一边小声嘀咕，哭起来真难看。他马上解释，并非有意嘲讽，想哭就大声哭出来。不一会儿，白思燕开车来到一个豪华酒店，提醒西珠别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。进了客房，白思燕想先跟西珠好好谈谈，家里最近确实出了不少事，从被绑架到父亲入养老院，虽然没找警察帮忙调查，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调查免不了的。因此，白思燕希望西珠明白，如果受害者不是夫妻俩，警察可能会先从他着手查起。在此之前，如果有隐瞒，现在说出来也不迟。西珠听后没做出任何反应。白思燕察觉到妻子似乎不愿意吐露，于是他强调不会逼他说话，毕竟他们俩不会干涉彼此的私事。正当此刻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原来白思燕提前叫了酒店服务。他发现妻子整个下午几乎未曾进食，因此特意让客房送来糕点和水果。今天其实是家庭聚餐的大日子，考虑到西珠可能会累，白思燕便先行一步到了餐厅。而白父召唤儿子却另有用意，他打算借助家庭关系来增强自己的声势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大选中争取更多支持。不一会儿，西珠到了餐厅，他刚坐下还没开始吃，白父就开口数落，别人的儿子儿媳都会陪着一起吃，真想把家里的猫猫狗狗都叫来帮我拉票，但轮到自家只有儿子能上台，亲家公太小看人了，竟然怀疑他选不上，所以就把带瑕疵的二女儿嫁过来。一个哑巴有什么用呢？就算是要处理的廉价货，也得照顾好自己的饭碗，一无是处的废物。白思燕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，本来想穿衣离开，却被妈妈以用餐中途不礼貌为由叫住。没想到白思燕叫来了管家经理，接过对方递来的数码相机，原来他进餐厅前就注意到角落有人偷偷摄影，并怀疑是父亲操纵的，用来借儿子炒作，进而拉票。白思燕警告老白别做梦，你这个混账！老白气得抓住白思燕的衣领，声称离开他庇护，儿子什么都不是了。白思燕突然想到，会不会是父亲派来的绑匪？毕竟他想让自己屈服。老白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同时白思燕也希望父亲明白，是靠爷爷的帮助他才坐进了总统办公室，过那个门槛他得自己想办法，别想用儿子当垫脚石。说完带着西珠离开包厢，向着客房的电梯走去。白思燕紧握着妻子的手，她希望她能理解，替姐姐被牵连进来是无奈之举，面对公婆的冷言冷语也只能忍着。那些随时会换孩子的人，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别放在心上，也不要理会。第二天下属发现，香柚曾经上传过很多关于纵火和爆炸的未解案件，他对这些似乎很有研究。此外，他还是一个犯罪节目的主持。午后，
总统手语翻译的选拔就要开始了。西珠表现得格外出色，视频中的人还没开始说话，他的手语已经启动了，这让白思燕感到困惑。于是他亲自到了面试现场，让西珠直接回答他的问题。他是否事先得知了面试内容？为什么他的手语比声音还要快？西珠说刚播的视频是他练过的。为了保证公正，白思燕让西珠再翻译一段新的视频。你的动作和我说话的速度完全同步，这只是巧合吗？而且不止1、2次。洪西珠翻译师，请回答我。西珠无奈地说自己肯定疯了，因为崇拜白思燕，所以才会对着资料狂练。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手语翻译师们。现在可以通过观察白思燕说话的动作，特别是上唇和上齿，就能预估出他要发什么音节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他张嘴就能猜到他要说啥。突然间，白思燕转变了话题，质询西珠是否真的不能说话。旁边的助手误解了他的意思，认为个人疾病并不影响资格。翻译员的任务是用双手传递所听信息，因此这次机会给了西珠。面试完离开后，白思燕气得双手颤抖，他不知道妻子还要伪装多久，也终于明白西珠为何这么有自信，扬言自己会胜过所有应聘者。1天后，青云日报迎来了周年庆典，洪家小女儿西珠还没到场，就被妈妈拦住了。她直接把孩子推到一边，为什么悄无声息地把西珠爸转到另一个养老院？她说没通知就不会付费，也不听西珠解释，就扯下孩子的披肩，下流地说不穿更吸引人。恰好2个女性在镜子前聊天，她们误以为洪英娥是白思燕的妻子，居然没来参加这个活动。相反，那个阴沉的洪西珠倒是出现了。西珠却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她越想越伤心，借助酒劲走到了天台边，然后用她的手机拨了白思燕的电话。不明白这样阴沉不善社交，又好似姐姐附属品的妻子有何优点？真没想到白思燕会说绑匪目光短浅。西珠并不阴沉，反而很懂得观察周围。她不太会社交，通常是别人先对她不礼貌。她愿意替姐姐嫁人，实际上是因为爱妈妈。还有白思燕的忠告给绑匪，请听好，西珠她是一种全新的语言，手部动作重复无数次造就了她的现在，所以别轻易评价我的妻子，你为何对她视若无睹？番外篇，白思燕向警察表达谢意的那天，没想到在监控录像中看见西珠因为害怕并大声呼救，也就是说这小子早就知道妻子会说话了。高田韩剧现在拨打的电话终于更新了，霸道总裁终于意识到威胁他的绑匪竟然是自己枕边的妻子。白思燕正好看到西珠站在天台边打电话，既震惊又担心他安全，他急忙冲上前，一把把他抓住，紧接着关心他为何走极端。没想到西珠却保持距离，他竟然能发出声音了，这让白思燕感到困惑。他的妻子患有间歇性默症，已经有20年没开口了，却突然再和别人通电话，难道这都是装的吗？西珠张口却没发声。就在这时，下属来了电话，他借机从天台溜走。下属说刚才那通话超过10分钟，他们找到了绑匪的位置，那人正好在宴会所在的大厦里。白思燕一度怀疑西珠是绑匪，但很快就摒弃了这个念头。另一方面，白妈妈看着宣传栏里的公公，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，最后一口红酒喷了出去。这个细节后面很重要。宴会后，他们回到了别墅，白思燕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很想冲进西珠的房间质问妻子，到底要骗她到什么时候？为何明明能说却要对她隐瞒？小时候这样做还说得过去，但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没必要再装哑巴吧。西珠听后拿起手机，解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反问丈夫有没有瞒着她的事。想到这，白思燕都哑然无言了，甚至连走出卧室的勇气都丧失了，因为她确实对西珠隐瞒了个大事。第2天一大早，西珠收到通过总统办公室面试的消息，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公司。她真想找人分享这份喜悦，但翻了通讯录却发现一个可聊的人都没有。于是她想起了那个冷漠的丈夫，但轻松通过面试，似乎她不太上心。如果追问对方是否有走后门，语气可能会太过强硬。犹豫不决时，不小心发了个色情表情。与此同时，白思燕有点不敢相信，虽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，但脑海里全是那个表情的困惑，完全不明白老婆啥意思，所以就找了个理由，赶紧结束了早会。一出门，这小子看着心情越来越好，其实想问西珠啥意思，但感觉有点生硬，直接让他解释一下吧，又怕显得太凶。最后苦思冒出了措辞。正当西珠准备撤回信息时，他回复了一条祝贺通过面试的消息，但他是早上发的，到了中午仍未收到回复。白思燕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手机，焦急得连饭都吃不下。就在这时，西珠又发了消息，说是托了丈夫的福。这消息让白思燕差点笑歪嘴，紧接着叮嘱他不要说话这么敏感。他对妻子并无偏袒，但发出去后稍感后悔，担心语气是否过于僵硬。不久后，西珠收到了白思燕的短信，告诉他6点去照片里的地方。画面切换，准时到达服装店的西珠，白思燕特别为他预定了一套正装，作为他新职位的入职礼物。在西珠试着换另一套礼服时，手下汇报嫌疑人可能是女性，但也不排除是 AI 变声的情况。白思燕觉得 AI 的可能性不大，
迄今为止的对话都是即兴的，他正要继续说，却被换好礼服的西珠迷住了。两人恰好深情对视，这一幕被刚回国的红英娥看到了。夜晚，西珠又以绑匪身份出现，身份给白思燕打电话，恰好他正过斑马线。白思燕，多亏了西珠的搭救，白思燕才得以脱险。他刚听到妻子的声音，希望以后还能听到，并安慰她，说话不会让世界崩溃，更不必因为某事而放弃说话的权利。尽管可以随意说，虽然西珠很感动，但他依然保持沉默。第二天的迎新会上，下属报告了新进展，解析中遇到病毒问题，但成功恢复了一条，音质尚可。白思燕决定先听听，明天前做决定，不想搞就拿出20亿韩元了事，期限明天。下属补充说，绑匪可能就在发言人旁边。波形分析推测，是一名25到29岁的女性。白思燕其实已经猜出是谁了，但她并不想猜中，因此她交给下属一段录音，让他们赶紧比对。晚上白思燕喝多了，西珠搀扶她进门时，正好这时白思燕睁开眼睛了。霸总不经意发现保守妻子居然有性感睡衣，顿时调侃他喜欢这风格。妻子修吉抓过要夺回，不小心把丈夫扑倒，竟意外激起霸总昨晚记忆。原来白思燕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板，更离谱的是西珠在她怀里。二人醒悟后迅速分开，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动作暧昧。但这么关键的是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断片了。只依稀记得西珠把他扶回房间，摔倒后的事就记不清了。洗漱结束后，他询问妻子为何他们会用那么奇怪的姿势睡地上，没想到西珠立刻脸红，隐约还流露出些许喜悦。白思燕感到困惑又有点不安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个下属打来电话，问他看没看昨晚发的消息。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，提供的音频和绑匪的声波相似度高达 99%。 根据手头的线索分析，绑架西珠闹疗养院的和每晚10点打电话的绑匪不是同一个人。白思燕明确表示他知道了，同时确认他俩不是同伙，眼下首要任务就是切断绑架团伙的联系。说到这，他感到有些失望。原本以为能冷静且完美解决所有问题，但为何没料到是西珠呢？明明不止一次给了暗示，却还真心以为那不可能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准备都没做。每次接到妻子的电话，都能深切感受到她的不幸，内心真想结束这段婚姻。想到这，白思燕有点担心，害怕真的会和西珠分开，所以她在下午的手语课提出要学原谅这个词，但西珠教了很多遍，她还是没学会。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原谅一个犯错的人真的很难。白思燕刚走出办公室门，西珠收到了英娥发的短信，邀她晚上水族馆见面。镜头切换，西珠准时到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英娥抓住她的手，开始讲述往事。原来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那次车祸让英娥失去了听力。西珠妈为了钻营富豪丈夫，竟逼自己的女儿保持沉默。如今英娥在海外接受了手术，已经完全恢复了听力，所以她希望妹妹也能开始说话。其实英娥早就知道他们母女的计划，最初她不想自己承担那份伤痛，因此任由西珠妈欺负妹妹。但不管姐姐如何解释，西珠都不肯原谅她。最后气冲冲地离开水族馆。英娥刚走，她就收到了短信。她真的懂白思燕吗？透露婚礼前夕的事，不是姐姐把妹妹当替身，而是那家伙特别点名的。同时白思燕在找那部特别的手机，正好被赶回家的西珠发现并阻止。巧的是，他发现了妻子的性感睡衣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场景。醋王总裁就为了能和妻子坐在一起，不止假装晕车，还粗鲁地推开不识趣的同事，然后抢过那小子咖啡，递给妻子精心准备的果汁，借口空腹不能喝咖啡。原来在西珠将白思燕压倒后，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回忆起昨晚的事情，脸上一阵通红，心跳加速。白思燕推开妻子，故意躲了出去。这时西珠才想起那个特殊的手机，幸亏他还粘在抽屉底部。很快到了晚上10点，西珠准时以绑匪的身份打来电话，恰好白思燕想借此机会更多的了解一下妻子，于是建议互相提问，必须诚实回答。西珠听后立刻答应了，他想知道结婚前夜跟英娥的交易是否涉及西珠。白思燕脱口而出说是的，然后马上问现在西珠有没有遇到威胁。他曾受威胁，但应该没事吧？用策略婚姻的代价换自由，你把洪西珠当成人质了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既然你这么问，看来我猜对了。原来白思燕小时候经常做噩梦，在她人生最低谷最需要依靠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一个对着镜子学手语的女孩，可能因为彼此都无依无靠，或是被对方的坚持所吸引。总之白思燕看到那女孩时，内心变得平静。她明白洪家对她而言犹如一座残酷的牢笼，因此想帮她逃离，和她一起在新家自由生活。但未曾想到新家却变成了她的另一个牢笼，所以虽然可能被视为疯子，还是努力想要离婚，对吗？白思燕保证会满足妻子的一切需求，只要是西珠想要的她都能实现。最初以人质为理由让她留下，总想着哪一天得让她走，但如果西珠有所要求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她能改善两人的关系，那就请答应从现在开始别用这部手机联系了。西珠仔细思考了一下，
丢下一句看你以后怎么表现就挂了电话。紧接着第二天团建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白素燕虽然外表还是那么冷酷，但心里已经开始有点控制不住。大巴开了好久，西珠迷糊地靠在了他的肩膀上。这小子一开始吓了一跳，担心被同事发现，然后朝四周偷偷一瞄，发现别人也都快睡着，他就胆子大了许多。西珠坐在窗边，他想把遮阳帘拉下，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，因为动作太大，容易引人注意，还可能把妻子吵醒。最后直接用手挡住刺眼的光线，开心才持续了3秒。突然老普的妻子发视频来查岗了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大大方方的唱歌比爱心，显然老朴逗老婆开心挺有一套的，所以霸总白素燕也厚着脸皮想学学。团建最后一个活动是爬山，等大家都到达山顶，老普提议合影留念。一群登山客认出白思燕后，立刻把她围起来，一边拥挤一边要求合影。声音受阻的西珠被挤到护栏边。就在此时，女同事突然尖叫，西珠不慎落下，从这么高的地方跌落，简直是九死一生。白思燕了解了情况后，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失态。等急救人员来的时候，因太担心，他已经去找了一圈。他看到一根树干断了，推测可能是西珠摔下时撞的，一边催促赶紧救援，一边给妻子打电话，但电话始终打不通。眼看日落在即，白思燕知道天黑更危险，不知不觉间，全身疼痛的西珠终于醒来，四周已是一片漆黑。他模糊记得被人猛推一把，之后的记忆就一片空白。他摸出手机，却发现已坏得不能开机，眼下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部特殊的手机了。之前说过，这手机只能打给白思燕，除了他，别的号码全都联系不上。西珠带着最后一线希望给丈夫打了电话，心里却很矛盾，希望他别接电话，但西珠痛得动弹不得。白思燕问他的妻子害怕吗？他自己快害怕死了。西珠这才真正感受到丈夫的心情，她忍着剧痛，终于在包里找到了照明弹。快来吧，我刚刚过去，千万别挂电话。番外篇，那晚我们俩摔倒。西珠问思燕，她的真心意味着什么？原来思燕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妻子，立刻背着她冲向医院。西珠坚信，即便无法说话和呼救，唯一能找到她的人是她丈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西珠终于从昏迷中苏醒。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思燕，正要去叫医生时被他拉住。卡几吗？这3个字深深触动了白思燕，她立刻坐在病床边，颤抖着声音安慰他，他不会离开，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陪伴他，同时轻抚着他的额头，不断说没事了，这让他感到了安全。下午体检时，西珠略感后悔在丈夫面前说话，她感觉到他似乎知道了她的伪装，这让她感到困惑。白思燕为何不揭穿他？难道她打算等他出院后，借此机会提出离婚，并在赶他出门时索要20亿韩元违约金？这让西珠感到一阵冷汗。与此同时，下属向白思燕报告，山上监控未捕捉到嫌疑人面孔，加上案发现场混乱，至今未找到任何目击者。特制手机也经过了检查，确认之前分析时的变声病毒确实来自其程序。画面切换，西珠被送回病房，思燕立刻抱起他，突然表达喜欢感受妻子的心跳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回病床，随后坐到了西珠旁边，直言早就知道她能说话。接着话题一转，提及那个打电话的绑匪。白思燕觉得，如果不是那人透露西珠位置，她可能不会这么快找到他。现在感到有些纠结，是该将绑匪交给警方，还是因其救人之功而原谅他？西珠闻言轻抿嘴唇，未发表意见。正当他准备坦白一切时，被白思燕打断，叮嘱他需要安静养身体，虽然好奇很多事，但愿意等他痊愈后再问。交代完毕后，白思燕离开病房。西珠趁机检查自己的书包，发现那部特殊手机仍在包内，不由得疑惑丈夫是否未曾打开。第二天一早，白思燕只是工作室人员保密坠崖事件，确保受害者身份不外泄。晚上得知妻子想吃甜食，便带来了一大盒水果。西珠提醒这些水果还未洗净，她稍感惊讶，随后洗了一串葡萄，然后从包里拿出生活用品，询问为何要这些，解释说医院的家属也需要这些日用品。你怎么只顾自己呢？你要住在这里。昨晚我们已经共度良宵。白思燕说完，不顾对方反应走进了卫生间。西珠这才回过神来，有些困惑，不断回想自己究竟睡在了哪里。就在这时，卫生间里传来了流水声，难道他在洗澡？这时白思燕走出卫生间，邀请西珠一起进去。原来他刚刚设好了水温，准备为行动不便的妻子洗头。说实话，这是结婚3年来西珠第一次感受到丈夫的温柔，尽管他的手法非常生疏，甚至可以说是手忙脚乱，但他的心里还是感到温暖。洗完头发后，白思燕又化身为理发师，亲自为妻子吹干头发。然而西珠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突然对她这么好？通常作为丈夫，不都应该这样对待妻子吗？实际上，白思燕内心既遗憾又后悔，她知道自己从未为西珠做过什么。镜头一转，时间来到了9点半。白思燕洗完澡后来到床边，西珠害羞地闭上了眼睛。实际上她只是想拿手机，担心吵醒熟睡的妻子，结果是个美丽的误会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西珠从睡梦中醒来，此时白思燕已经不在病房里了，
而时间刚好到了10点。另一边，白思燕接到了绑匪的电话，当然还是西珠打来的。然而他突然揭露，对方是一位不到30岁的女性，好奇她是否美丽动人。那种轻佻的语气让西珠不禁感叹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紧接着，白思燕又询问绑匪穿着什么衣服，猜测是否是那种极具诱惑力的装束，毕竟从声音就能判断出对方拥有与火辣个性相匹配的苗条身材。西珠听后感到无语，以绑匪的身份大声提醒，大哥，你可是有妇之夫啊，反正西珠现在应该已经睡了。你这个坏蛋，看来你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之后试着再亲近一些吧。趁这个机会，我有个提议。实际上白思燕铺垫了这么多，是想和西珠联手一起捉拿真正的绑匪。他发誓要让那个将心爱的妻子推下山崖的人感受到数倍的痛苦，所以他请求假绑匪提供真绑匪的体貌特征。紧接着，白思燕就把从西珠口中得到的线索交给了电视台。电视台按照他的指示公开了真绑匪的个人信息，而真绑匪看到新闻后勃然大怒，质问老师为什么嫁祸于他，不是商量好要除掉白思燕的吗？如今怎么又对洪西珠下手了？没想到老师却回复，西珠已经不打算离婚了，所以他想让白思燕体会失去至亲之人的感受。下一步的计划是拿回特制手机。紧接着，西珠就收到了真绑匪发来的短信，内容是既然你已经脱身了，就请把手机还回去，现在把门打开。白思燕以为出了什么事，使出全力拉开了病房的门。西珠一看进来的是丈夫，惊慌失措地投入了他的怀抱。或许是因为紧张的神经突然松懈，也或许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，当他意识到自己安全了之后，立刻就晕了过去。为了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，白思燕抱着西珠一同入睡。时间很快到了10点，西珠悄悄地带上了特制电话，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病房。实际上白思燕并没有真的睡着。西珠再次拨通了丈夫的号码，询问如果要抓住真绑匪，是不是需要证据，她手上的手机什么时候需要上交。她的言外之意是她愿意主动揭开自己的身份。其实白思燕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，于是他约妻子去某个游乐场见面，实际上是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的遗憾。最终两人在高塔上相遇，白思燕坦白她早就知道假绑匪的身份，只是一直在等待妻子主动承认。番外，游乐园开业的第一天，西珠和兄弟姐妹本打算高高兴兴的去玩，然而途中却发生了不幸的车祸，弟弟当场丧生，姐姐失去了听力，只有他夹在中间，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。从此游乐园成了家中的禁忌，别说去玩，连提都不能提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在白思燕与妻子深情一吻后，他们的关系明显变得更加亲密，但西珠有些小小的抱怨，觉得婚后丈夫既不与她交流，也没有眼神接触，更不用说一起吃饭，甚至睡觉都没有在一起。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意识到了尴尬，硬生生的把最后几个字咽了回去。没想到白思燕坏坏一笑，在擦去妻子嘴角的饭粒的同时提醒她，如果不想分房睡，应该早点告诉她。实际上他认为新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每次下班看到屋里的灯亮着，就知道妻子在等他，一天的疲惫就会消失，感到非常开心。此外，白思燕解释他以前抗拒甚至警告的行为，实际上是担心如果不划清界限，对妻子的感情会加深，那样可能会把心交给对方，还幻想着和对方一起生活下去。西珠有些听不明白，那个时候丈夫提到过一个计划，难道两人的感情会影响所谓的计划吗？白思燕听后没有回答，说时机到了便会全盘托出。第二天，西珠睡到中午才起床，客厅里空无一人，似乎白思燕已经去上班了。然而她给对方打电话却成了空号，西珠的情绪瞬间崩溃了。难道丈夫昨晚说的都是假的？亦或者无法原谅被欺骗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她从噩梦中惊醒，心有余悸地打开了次卧的门，看到丈夫仍在酣睡，提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她刚想伸手抚摸对方，白思燕要求妻子跟她休息一天，顺便询问有没有想一起做的事。其实西珠经常幻想在某个明媚的下午和丈夫坐在公园里，一边野餐一边学习手语，或是在某个傍晚的江边，一边散步一边畅聊白天的趣事。总之像其他普通夫妻那样过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普打来电话，语气急促地通知办公室那边出大事了。然而当白思燕赶到时，办公室里连个人都没有。突然老普从旁边跳了出来，原来这小子见发言人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，便安排了同事们给他准备的惊喜，阴差阳错地搅乱了夫妻俩的甜蜜时刻。恰好就在这个时候，下属有一件很急的事情汇报，他利用反追踪技术查到了真绑匪的定位。与此同时，西珠再次收到了威胁短信，上面的内容是他连白思燕的1%都不了解，此外附带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视频。没想到西珠突然记起这件事好像和大学前辈香佑有关，于是立即约他见了面，打听一宗多年前孤儿院的儿童失踪案。另一边，白思燕依照地址找到了已经荒废的孤儿院，她走进去以后发现2楼的连廊上正在播放一个多年前的综艺节目，内容非常短，并且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。还没等白思燕仔细考虑，荧幕上出现了几个大字：人是你杀的，白思燕。紧接着视频再次播放了起来，而这一次白思燕注意到最下面滚动的小字是一条插播的新闻，而内容正是孤儿院一名孩子失踪的消息。与此同时，
香柚把西珠带到了孤儿院门口，不明白他和发言人为什么都对失踪案感兴趣。紧接着话锋一转，认为今天实在是太晚了，提议还是明天天亮再来吧。随即开车准备原路返回，恰好被听到发动机声音的白思燕给看到了，于是他先别停了香柚的车子，然后拉着妻子坐进车的副驾，紧接着警告这小子，从今往后不准出现在西珠的面前。此外质问关于孤儿院孩子失踪一事知道多少，找到犯人后是不是打算报仇。白思燕奉劝他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查下去了。那香柚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毕竟失踪的孩子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白思燕只好挑明，自从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恐吓、绑架、爆炸就都开始了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西珠将真绑匪发来的短信递给了丈夫，待弄清了状况后，白思燕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问他，而是去问香柚。西珠解释她很害怕丈夫，这让醋王产生了误会，觉得妻子不了解他，害怕得到什么惊人的消息。实际上西珠担心被丈夫发现是假绑匪，从而不再想见到他，所以想着倒不如在被发现之前，在你知道之前就先逃跑。所以我既害怕又不安。西珠害怕哪天起来丈夫突然失踪，仿佛所有对她的好都是一场梦。话还没说完，白思燕就一把将西珠拥进了怀里。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？我该怎么做你才不会不安？西珠想了想提议，让二人见到彼此最糟糕的一面。白思燕听后郑重其事地告诉妻子，万一他发生了什么事。西珠印象里的白思燕从此消失，也就是财阀的孙子，候选人的儿子，总统的发言人。即便他亲手抛弃这些光环，也请妻子务必牢牢地记住，深爱西珠的白思燕永远都在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卜汇报，有个人打来一通电话，说那个人还活着就挂了。机智的他查了来电号码，结果发现是某商户的座机。白思燕决定亲自前往调查，结果在电梯里遇见了西珠，因为人越来越多，他俩被挤到了一起。这小子立即牵起妻子的手，毫不犹豫地拽到了他的旁边，紧接着用手语表示今晚会早点回家吃饭。西珠见状夸他长进不少，没想到这小子开心到了骨子里，人家都下了电梯，他还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不断的练习。旁边的人见状都憋不住笑场了。夜里西珠等了很久也不见丈夫回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洪银娥突然登门拜访，她递给妹妹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书，强调白思燕并不是白家的亲儿子。直至现在，西珠才明白昨晚丈夫话中真正的含义。与此同时，白思燕找到了那个打电话的商家，她刚走进去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那么白思燕能否活下来呢？番外，白思燕从小跟着商家爷爷一起长大，直至那天夜里，她看到一个老头想要淹死一个小孩后，第二天就被白家给领养了。番外番，办公室发放了团建时的照片，西珠意外地发现她和白思燕所有同框的合照，丈夫的目光永远注视着她，眼神里全都是满满的宠溺，而这便是西珠知道白思燕的身份，也要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姐姐将 DNA 检测报告放在桌上，明确指出思燕与白家并无血缘关系，她不愿作为替代品继续这段婚姻，不想一生都活在不幸福之中。然而西珠早已深深爱上了思燕，最初这段婚姻或许是无奈之举，但现在是她自愿选择了他。婴儿离开后，夜已深沉，西珠无论如何都无法联系上思燕，她果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但在被问及丈夫姓名时，西珠却犹豫了。她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呆滞地落在 DNA 检测报告上。不久后，香柚来电告知思燕受了重伤，西珠闻讯立刻赶往医院，急切地询问丈夫的状况，伤势如何，有无生命危险。香柚让她先冷静，随后讲述了事件经过。原来她因调查孤儿院失踪案，来到一家渔具店，没想到刚表明身份，还没来得及说明详情，就被店主赶了出来。但在返回市区途中，她偶遇白思燕的车，感到非常疑惑，于是跟随其后。结果刚下车就发现渔具店起火，店主和思燕已昏迷，香柚毫不犹豫地救出了两人。整个事件中有部手机一直在响。此时手术结束，医生告知虽然思燕已过危险期，但尚未苏醒，还需留院观察。西珠听后立刻扑到丈夫身边，看着他憔悴的面容，心中无比悲痛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握他的手，祈求他早日醒来，并一路护送他到病房。白思燕安顿下来后，西珠已泪如雨下，丈夫身上的每道伤痕都像深深刺进她的心脏。回想起当初遇到困难，在最伤心无助的时刻，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挺身而出，以特别的方式守护着她。想到这里，西珠默默发誓，现在轮到她来守护丈夫了。昏迷中，思燕回忆起童年往事。那天，一个看似富有的老人带着孙子来找爷爷，没想到当晚，他就目睹老人溺死了自己的孙子。紧接着，那人堵住去路，嘟囔着有些怪物是天生的。不幸的是，怪物竟出生在自家，起初是虐杀鱼和猫，后来是年幼的孩子。尽管尝试了多种方法，但装尸体的袋子却越来越多。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，因为那个家伙也被装进了袋子，现在只需按喜好填补一个孙子的空缺就结束了。回忆至此，思燕从昏迷中醒来，爷爷也脱离了危险。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思燕道歉，因为当年老爷子曾拜托他处理孙子的尸体，但爷爷意外发现那孩子并未死去，他不忍心杀害一个死里逃生的生命，于是救下了那个男孩。没想到人的本性难移，爷爷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。时间转眼到了3天后，
白思燕和西珠一同出席了环境保护日的发言会。发言会结束后，记者朋友打来电话，他查到失踪儿童中有一个是双胞胎。与此同时，助手负责送西珠回办公室，出发前还递给他一瓶水。不久后，记者朋友利用关系查到了双胞胎弟弟的资料，立刻发给了思燕。白思燕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立即给助手打电话。然而向来唯命是从的助手竟然没有接听。没错，双胞胎弟弟就是他。此时西珠喝了他递来的水，已经昏迷。原来在白思燕抵达钓鱼店与养父共赴火海之前，秘书也曾到访此地，并且恰好听到了超雄体和养父的对话，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，甚至找错了复仇的目标。绑架西珠是为了引出2个白思燕，进行3方对峙，但他显然低估了超雄体的实力。新版白思燕尚未到达，他便被旧版白思燕所反杀，以至于白思燕发现黑色袋子时，还以为西珠遭遇了不幸，看到袋子里是他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新旧白思燕的激烈战斗中，秘书虽然突然闯入，为白思燕挡下了致命一击，但让那个淘汰者逃脱了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。他死里逃生后还一直保持沉默，不愿协助警方获取淘汰者的定位，为这个害死他哥哥的人提供了继续作乱的时间。在白思燕忙于追查淘汰者的同时，西珠也得知了一个真相，当年给姐姐邮寄亲子鉴定的正是白思燕本人。他就是故意要让姐姐逃婚，从而成功迎娶西珠，使她免于嫁给那个财阀家族的纨绔子弟。在这一刻，西珠终于恍然大悟，自己从来不是替代品，而是白思燕真心想要迎娶的伴侣。因此当白思燕踏进家门，西珠便将她推倒在沙发上，仿如婚礼那天他对她所做的那样，递给她一封结婚誓词。新郎不得提出离婚。1. 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得提出离婚。2. 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不得离婚。3. 作为白思燕的妻子，不得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名字和容貌。4. 要积极地向外界宣布2人的夫妻关系，违反以上任何一条，违约金20亿。哎呦妈呀！西珠也终于理解了白思燕那天所言，她早已心仪自己，这份情感至少可以追溯到3年前。西珠从未想过白思燕对她的喜爱远超过她的想象，甚至在她毫无察觉之时便已萌生。然而得知自己并非替代，从一开始她就是思燕哥哥心中唯一的妻子，这些认识足以让西珠心动。撒拉嘿，接下来的场景请各位自行想象。然而在紧要关头，白思燕却突然停下，转而讨论起物种的起源，包括它为何要出生。大哥，现在难道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？乖，咱别聊了，好好亲嘴得了。随着西珠和白思燕的感情日益加深，他们也各自开始调查当年的真相。西珠和他的姐姐发现，当年的车祸并非意外，而是因为弟弟偶然目睹了白家隐藏的真正的白思燕，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。弟弟不幸当场身亡，父亲起初也疯了好一阵子，动用所有关系拼命追查真相，仿佛非要揪出那个不存在的凶手。然而又突然停止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。现在看来，应该是父亲与某人达成了某种交易。正如西珠和姐姐所推测的，父亲在发现车祸是白庄浩所为后，立即冲进白家，意图为儿子报仇。但由于双方利益纠葛太深，父亲最终还是未能下手。至于和解的条件，依旧是以命抵命，只不过用的是白庄浩孙子的命来偿还他儿子的命。因此当父亲得知真正的白思燕并未死去时，只感到被欺骗。他拿出当年准备为儿子报仇的枪，闯入白庄浩的追悼会，对着白庄浩的遗像就是一枪，接着逼迫白思燕的父母交出家中未被清除干净的余孽。他没料到那个余孽就在当场，因此他的话音刚落，会场便发生了爆炸，人们四散奔逃。当白思燕赶到时，西珠已经消失无踪。紧接着便是与不久前相似的一幕，白思燕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声称要杀害他的妻子，场景相同，人物相同，三人的内心已经经历了剧烈的转变。小泥鳅已经认定西珠是白思燕在这世上最为珍贵的人，因此他要摧毁西珠，让白思燕彻底感受到绝望的痛苦。他还要让白思燕为了生存，在他面前不断的挣扎求存，一如当年他无助的求救，而白思燕却只能袖手旁观。他也想目睹白思燕濒临窒息时的痛苦表情，然而白思燕对他的威胁充耳不闻。此刻他的心中只有对西珠安危的担忧，急切的想要追上他们的步伐。一切再次如同那天发生的事情一样，西珠狠狠地踩下油门，将那人甩至后座，目光坚毅地直视前方。但与上次因伤心失望想要报复白思燕不同，这一次他是出于爱去保护白思燕，决心让那个恶人再也无法伤害思燕。西珠不久之后，车辆被打捞上岸，但西珠和那个被遗弃的白思燕都已无影无踪，迫使白思燕不得不紧急召开记者会。他向所有人宣告，自己并非总统候选人之子，也不是白庄浩的孙子。关于他的身份，唯一真实的是他作为一位丈夫的身份。他的妻子在2天前被歹徒绑架，至今仍下落不明，因此他想借此机会，不是以发言人的身份，而是作为一个丈夫。虽然心怀恐惧，但大胆地请求所有国民的帮助。我的妻子名叫洪熙珠，我有许多事情未能为她做，未能让她感受到幸福。如果我知道没有下一次机会，我应该为她做所有的事。请求各位，若有人见到我的妻子，请立即报警，希望所有人能关注此事，让我的妻子能够平安归来。西珠坠入河中失踪后，白思燕悲痛欲绝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再加上警方在附近发现了一只高跟鞋，她顿时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然而就在这时，所有亲属都赶到了案发现场，包括西珠一家3口和白思燕的父亲，唯独缺少了一个人。白思燕立刻意识到哪里不对，于是快步走到父亲车旁，拉开车门。果然，他的母亲并未出现。警员立即查看了附近的监控，却未发现白妈妈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白思燕检查了母亲的行车记录仪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似乎被人删除了。正当她一无所获，准备离开时，白妈妈突然出现在身后，提醒她的假儿子，丈夫曾说带真儿子去钓鱼，结果回来却说孩子溺水身亡。那些日子，她翻遍了湖底，也没找到尸体，无法确认儿子是死是活，使她内心充满痛苦与挣扎。从那以后，只要听说水里发现尸体，她就会第一时间赶去确认。而这样的事情，她坚持了20年。所以白妈妈认为，同样的折磨，难道不应该由白思燕来经历吗？至此，母子俩彻底翻脸。3天后，白思燕向警方提交了证据，刑警以故意杀人罪将白妈妈依法逮捕。起初白妈妈很嚣张，认为没有找到西珠的尸体就不能定她的罪，甚至还让警员做好丢掉工作的准备，毕竟她是即将成为总统之人的妻子。没想到警员将电脑一转，里面的画面震惊的白妈妈说不出话来。这时白思燕走进审讯室，将一枚银白色的戒指放在桌上。原来白爷爷在生命垂危之际，白妈妈为了报复他患子之仇，用枕头将他活活闷死。恰巧这一切都被戒指里的摄像头记录下来。白思燕想以此逼迫母亲说出西珠的下落，然而白妈妈早已做好心理准备。原来西珠开车撞断护栏，并未坠入河中。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人，正是白妈妈的贴身秘书朴市长。他按照指示先后将甄思燕和西珠带走，而白妈妈这样做的目的，白思燕已经猜到。你会想尽办法让我受尽折磨，直到最后。实际上被白妈妈囚禁的这几天，西珠不吃不喝，因为她不知道婆婆在盘算什么，再加上猜到丈夫一定在疯狂地找自己，所以一心只想求死。你一定准备好了那份最后的苦痛。与此同时，警方终于查到了西珠的位置，却不知白妈妈早已留了后手。她吩咐朴市长，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，务必放了他的儿子，然后杀掉洪西珠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朴市长竟幡然醒悟，违抗命令放走了西珠。由于好几天没吃东西，再加上过度的惊吓，西珠一个没站稳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忽然听到头顶传来口哨声，甄思燕也被放了出来，扛着猎枪，似乎正在寻找西珠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汽车缓缓驶来，西珠见状立刻站起身，朝着对方全力奔去。或许这是他唯一的逃生机会。车子猛地停在西珠面前，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西珠朝思暮想的白思燕。本以为夫妻俩这次终于安全了，然而甄思燕抄近路，突然拦在2人车前，举起猎枪逼白思燕下车。出于对妻子的安全考虑，白思燕毅然决然地下了车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甄思燕趴在白思燕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，白思燕听后瞬间泪崩，还带着歉疚望向西珠。看到他这样的神情，甄思燕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赶到了现场。甄思燕被警方当场击毙。要说最伤心的还是他的母亲，儿子年幼时骨肉分离，19年后再次重逢，却落得如此结局。然而自那天起，西珠就再也没有见过白思燕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已过1个月。这天晚上，西珠突然接到一通国际电话，但奇怪的是，对方始终沉默不语，几秒后便挂断了通话。当他想回拨过去时，对方手机已经关机。西珠留了个心眼，查到来电号码属于阿勒干国家。第2天，他又收到一封国际快递。奇怪的是，寄件人并未署名，里面夹着一封信，感谢洪女士为战争中失去听力的孩子们捐赠了一所手语学校。他明明记得自己从未捐赠过，为何会收到这样的感谢信？带着诸多疑问，西珠找到了记者朋友，因为他和白思燕都曾在阿勒干担任战地记者，她想打听丈夫的下落。最终在西珠的坚持下，记者朋友透露了一个叫西洋的地方。然而西珠刚到阿勒干就被叛军抓获，他们被蒙住双眼，不知将被送往何处。车子行驶许久，突然前方传来爆炸声，紧接着政府军与叛军交火，车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，迅速划开装人质的篷布，依次释放了所有人。神秘人来到西珠面前时，明显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将他送入副驾，一路疾驰停在隐蔽的森林里。待躲过叛军追击后，这才为西珠解开捆绑。没错，神秘人正是白思燕。没有你，我连1天也活不下去，所以我才绕了地球半圈来到这里。明明知道一切，还说出这种话。我知道什么？西珠忽然想起那天白思燕对丈夫说了什么，然后她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，之后便消失了。原来甄思燕告诉白思燕，是他们的父亲雇人撞死西珠的弟弟，这么做是为了隐藏他的长相。白思燕听后觉得特别对不起西珠，明明拼了命想保护他，却夺走了他童年最重要的人，将妻子所有的不幸全都归咎于自己，于是决定出国，在战争中了结生命，直到我原谅自己为止。就算是要惩罚，也该由我来惩罚你才对啊！你现在不就在惩罚我吗？故事的最后，夫妻俩终于把话说开，用行动诉说着对彼此的爱意，并在交战区做了1晚上的饭。1年后，夫妻俩重新结了婚，而白思燕也改名叫做白唯恋，唯一的唯，恋爱地恋，寓意永远只爱西珠一个人。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祝各位观众老爷们新年快乐，发大财！咱们下部剧再见喽！